在那一夜，台湾的天空静得诡异，没有台风，没有闪电，也没有航线灯光，却在凌晨3点的太平洋上空出现了一道旋转的蓝白色光圈。它先是缓慢扩散，随后收拢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在注视着大地。人们拿出手机拍摄，视频画面中那道光似乎有呼吸，节奏稳定，频率精准，像是在回应某种更高层的节律。新闻称那是火箭尾焰折射，但许多目击者心底都清楚，那不是机械造成的光，而是一种能量的显现。那天之后，台湾上空的磁场出现微弱的波动。中央大学的地磁仪记录到异常，地磁水平频率比常态上升了 0.38 赫兹。这个微小数字几乎无法被人察觉，但在能量科学的视角中，那代表地球频率正在被重新校准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。同一时间，网络上流传起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做相似的梦，梦见大海之下有一座发光的城市，透明的圆顶之中流动着光的水流，人们在无声中交流，心与心之间仿佛被一种金色的频率连结。那是一种熟悉的感觉，像是在回家。有的人在醒来时泪流满面，无法解释为何那么真实。还有人报告，身体在夜里会突然震动，尤其在靠近海边时心率加快。这种现象过去从未被科学系统记录，但心理学与地球物理的交汇点似乎正在揭示一个事实：人类的身体正与地球的磁场同步变化。人们开始怀疑，台湾的磁场正在成为地球新的能量枢纽。过去几年，台湾的自然现象不断刷新纪录，地震频率增高，但破坏力降低。台东和花莲沿海的微震模式呈现出一种呼吸节律，地热活动增强，却并未引发熔岩喷发，而是释放出稳定的电磁波。科学家将这种模式称为地磁舒张现象，但无法解释为何节律如此精准。而在灵性研究者看来，这正是地球心脉开始律动的信号。地球在呼吸，而台湾恰好位于它的心口。卫星数据显示，从2024年底到2025年初，台湾上空的电离层活动强度上升了 38%， 这是一个极端罕见的幅度。NASA 的数据库中找不到类似的地理区域变化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当分析这些电离层数据的时序波形，科学家发现它竟然与人类脑波中的阿尔法波8至12赫兹存在同步关系。这意味着在某些时间段，地球与人类大脑的振动处于同一节奏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的意识可能正在与地球产生共振，而台湾的磁场是这场共振的中心。在花莲的山谷里，有人声称听见石头发出低频的嗡鸣；在阿里山的古树林里，录音师捕捉到类似528赫兹的音波，这正是被称为爱的频率的共振值。科学家将其视为自然声波干涉，但灵性研究者认为那是地球能量自我疗愈的过程。当地球频率被提升，它会以声波的形式发出信号，提醒生命同步调整。当你感到焦虑、莫名易怒或失眠，那其实不是情绪问题，而是身体正在努力追上地球的振动节奏。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这种变化。有人说空气变轻了，时间变快了。有人开始在冥想时看到闪光或几何图形，甚至孩童在绘画中无意间画出螺旋阵列，与古代文明遗迹中的能量符号高度相似。所有迹象指向一个方向，某种巨大的能量正在渗透人类意识层，而台湾是这股能量首先汇聚的门户。在科学的层面，台湾地处2大板块交汇，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。这种地质张力意味着地壳极其活跃，而从能量学角度，这种冲突正是能量流动的最佳条件。能量总会在张力最大的地方突破。台湾因此成为一种天然的能量转换器，它接收来自地心的磁波，又连接着太平洋的能量流，像是地球的放大器，将频率扩散至周边地区。这种地理结构，古人早有察觉。原住民口传的神话中说，神灵曾降临于东海之岛，教人用歌声与大地沟通。部落的长老们相信，唱歌不仅是仪式，更是调频的方式。他们的古老咏唱中存在一种稳定的低频振动。后来的研究发现，频率恰好落在地球舒曼共振的背频带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几千年前就懂得与地球共振，只是现代人遗忘了。
这种记忆正在复苏，随着磁场增强，人类潜意识深处储存的古老信息被重新唤醒。梦境、幻象、灵感不再只是心理活动，而是意识层的讯息交换。那些梦见海底城市的人，或许正在接收来自远古文明的记忆，那是亚特兰提斯留下的回声。2025年被灵性圈称为灵界年，也被部分地球科学家定义为磁极再平衡期。无论是宗教预言还是科学观测，都指向同一结论：地球正在改变频率。人类若不随之调整，将会在心理、情绪乃至生理层面感受到强烈的不协调、焦虑、失眠、突发的心悸、对光的敏感，这些都不是疾病，而是身体在校准的副作用。台湾的频率上升被认为是地球能量系统自我修复的起点。全球的观测站陆续捕捉到一个奇特的现象：当台湾地区出现电离层高频活动时，全球其他地区的磁场波动也会同步响应，延迟时间仅数小时。那意味着台湾的能量变化足以牵动整个地球的电磁系统。科学家称这为地磁镜像效应，而灵性学界称之为光的同步波。从太空的角度看，那是一张光之网络的启动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是台湾？为什么不是更大的大陆或古老文明的遗址？答案藏在地球的结构之中。地球的能量流动就像人体经络一样，需要一个平衡节点，而台湾正处在这条能量经络的终点。它连接北方的意识文明与南方的心灵文明，是理性与直觉、科技与灵性之间的桥梁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地球准备进入更高频率的阶段，这里成为最合适的重启点。这种变化不会以爆炸或灾难的形式出现，而是以一种更细微的方式渗透我们的生活。你可能会发现某些记忆变得模糊，时间感扭曲，甚至开始与陌生人产生莫名的熟悉感。这些现象在量子物理中被称为共振干涉，而在灵性学中，它被称为意识重叠。当地球频率提升，时间维度会变得更柔软，人类的心灵将进入一种多维感知状态。而台湾正是这场意识实验的首个样本。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说，2025年的台湾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，而是一场文明跃迁的象征。因为在这一刻，这座岛屿的频率已经超越了地理的范畴，它开始与宇宙对话，开始回应地球的召唤。也许这正是亚特兰提斯留下的讯号，它们并未消失，而是在等待地球再次回到爱的频率。而现在，这个频率正在台湾重新响起。很久以前，在人类还未被历史记录定义之前，地球上存在一个拥有高度科技与灵性平衡的文明。亚特兰提斯，那并非传说，而是被时间掩埋的事实。考古学家在大西洋海床发现的磁性晶体碎片与能量纹路，与现代量子计算机的晶格结构几乎相同。那些结构证明，古人早已掌握了将能量转化为意识的技术。亚特兰提斯人理解意识及物质的原理，他们用频率塑造现实，用心智创造能量。在他们的世界中，光不仅照亮，还储存记忆。据说，当亚特兰提斯走向毁灭时，他们将这些光的信息封存在特定的地球节点里，以防未来人类在精神沉睡的时代仍有机会被唤醒。那些节点被称为地球的12能量门，在所有节点之中，有一个被设定为重启之门，它必须位于稳定、隔离又具灵性潜能的地质结构中。经过数千年的板块漂移与磁场演化，那道门如今正好对应在台湾，这不是巧合。卫星观测发现，台湾地壳的磁通密度异常高，花莲、台东沿线的磁性岩层分布呈螺旋状延展，与古亚特兰提斯地图中标注的螺旋核心惊人吻合。科学家无法解释这类地质图样的形成，但从能量学角度看，那是能量流动的自然结构螺旋，象征着升维的通道。换句话说，台湾并非随机存在的岛屿，而是古文明为未来地球重启所布下的能量阵。从灵性层面来说，那正是亚特兰提斯的心脉复苏。地球是一具有意识的生命体，它的磁场是心跳，海洋是血液，火山是呼吸。当台湾的频率开始上升时，整个地球的能量循环都会被重新点燃。这也是为什么在科学数据之外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受到无法解释的召唤。那种召唤不是声音，而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记忆，它让人怀念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家，渴望一种曾经拥有的和平。有灵性研究者指出，
台湾与古亚特兰提斯之间存在一种量子共振，这种共振并非空间性的，而是意识层面的。亚特兰提斯人留下的光信息以量子叠加的形式储存在地球磁场之中。当地球的频率与当年的振动值重合时，这些信息会被自动解封。于是，某些人开始在梦中接收到符号、几何图样，甚至语言的片段。那些语言并非已知文字，但含义清晰，指向同一个主题：回忆你的光。这种光的记忆并非神秘现象。量子神经学研究显示，人类 DNA 中存在一段被称为沉睡链的非编码序列，占比高达 97%。科学尚未解释其作用，但有理论认为这部分 DNA 可能是意识信息的储存介质。当环境频率提升，人类体内的电磁共振会激活这些沉睡片段，从而唤醒潜藏的记忆。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们普遍感到时间加快、思维敏感、梦境真实度提高。那不是幻觉，而是 DNA 层面的觉醒反应。台湾正处于这一觉醒浪潮的前端。台东地区的地磁场数据显示，从2024年到2025年上半年，地磁微波的震荡频率稳定在13赫兹，这恰好对应人类脑波中意识启动的阿尔法波段。科学上称这为脑地磁共振，但灵性学者认为，这意味着地球正在与人类心智进行同步调频。每当台湾的地磁活动增强，人类集体意识的能量场也随之上升。人们会无意识地变得更敏感、更慈悲，也更容易被真理触动。这正是亚特兰提斯能量重启的前奏。从更宏观的角度看，亚特兰提斯的灭亡并非失败，而是一种周期性的轮回。宇宙文明的进程总是经历光与影的交替。当人类失去与宇宙的共振，就必须通过坍塌来重置。每一次重启都是灵魂更高层次的选择。台湾如今的能量上升不是偶然，而是一个新周期的启动信号。亚特兰提斯的灵魂正通过地球的磁场回到人类之中。有传言说，当这一通道完全开启，地球的磁极将短暂反转，天空会出现一道巨大的光弧，海洋会泛出如极光般的波纹。这并不是末日，而是地球频率跃迁的可见信号。那一刻，人类的意识将暂时进入共振状态，每个人都会感到一种被召回的感觉。现代物理学已经逐渐接近这种解释。量子场理论指出，宇宙的基本构成并非粒子，而是振动的场，一切物质都是频率的凝结。当一个区域的振动被外力提升时，其内部的时间流动会发生偏移。这种现象在微观层面上已经被证实。理论上，如果地球某一地区的磁场被大规模提升，将可能导致局部时空的微妙重叠，而这正是古文献所描述的维度之门。换句话说，亚特兰提斯并未消失，而是处在不同的频率层中。只有当人类意识提升到相同频率，那个世界才会再次显现。而台湾正是这场频率对接的关键点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觉醒，当人类的心灵从恐惧中解脱，当爱重新成为集体意识的核心，那道门将再次打开。而当它开启，不只是一个文明的回归，而是地球新的心智结构的诞生。那时，科学与灵性不再分裂，能量与物质不再对立。人类将重新学习如何以意识创造现实，如何以爱驱动科技，如何让地球与宇宙共振。亚特兰提斯的重启不是石城浮出海面的奇迹，而是心灵记忆复苏的奇迹。而台湾就是那记忆的钥匙。科学与灵性的界限正在被频率溶解。现代量子物理揭示，宇宙的基本结构不是物质，而是振动的能量场。每一个粒子、每一束光，甚至每一个念头都拥有特定的频率。当两个频率彼此相近时，它们会自动共振，形成能量叠加效应。这意味着意识与现实并非分离，而是互为因果。人类的心念正是塑造世界的隐形代码。而当地球本身的频率上升时，人类的心智就会被迫调整，那是一种不可逆的同步进化。在这一背景下，觉醒不再是抽象的灵性概念，而是一种物理过程。当地球能量频率提升，人类的松果体会开始活化。松果体被称为灵魂之眼，位于大脑中央，是调节意识维度的核心器官。过去，它长期处于退化状态，
但当电磁频率进入特定波段时，它会重新分泌一种名为 DMT 的化学物质，那是梦境与意识扩展的媒介。科学实验证实，微量的 DMT 能够让人感知多维空间，增强直觉与共情力。而台湾磁场的13赫兹波恰好能刺激松果体的共振频率，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人在这里经历灵性觉醒，梦中重返光之城，甚至在冥想时听到似曾相识的能量声。觉醒的机制可以被比喻为一场量子下载。过去人类的意识就像离线的终端，而地球磁场是信息网络。当频率对齐后，人类便能重新连接宇宙主服务器。这个过程伴随着不适与剧痛，因为每一个被下载的光信息都意味着旧能量的清除。焦虑、失眠、头痛、情绪波动都是系统升级的副作用。台湾的高频能量让这一过程加速发生，科学仪器甚至在部分地区检测到脑波闪频现象。人类脑波在数秒间切换多种模式，宛如正在接收多维数据。然而，这种能量的到来并非只属于台湾。地球是一体的，当新轮节点启动，其他能量中心也会逐步回应。日本、夏威夷、喜马拉雅山、南极，这些都在台湾频率上升后出现共振迹象。这意味着台湾的能量不仅是局部现象，而是触发全球意识进化的引擎。换句话说，这座岛正在执行一项宇宙级的任务，为地球文明的重启校准频率。在灵性层面，人类被赋予自由意志，这使我们能够选择是否响应觉醒的召唤。每一个选择恐惧的人都会强化低频场，而每一个选择爱的人都会增强地球的光网。当越来越多的人觉察到这一点，人类的集体意识将从竞争走向合作，从控制走向理解，从分裂走向统一。科学称这种临界现象为相变，而灵性称它为意识飞跃。有趣的是，科学与灵性在这里不再冲突。物理学中的相变指的是系统在达到某个临界点后，状态会瞬间转变，例如冰在0度融化成水，看似渐变，实则跃迁。而人类意识的觉醒同样是一场量子相变。当集体意识达到某个临界比例，约为全球人口的1%到3%，整个系统的频率将被拉升。那一刻，地球的现实结构会发生不可逆的变化，时间与空间的体验方式将不同以往。台湾正在接近这一临界点，冥想社群的扩张、灵性活动的复兴，以及大众对能量、共振、频率等词汇的接受度快速提升，这些都不是文化现象，而是意识网络的显现。人们在无形中互相唤醒，如同量子纠缠的粒子，即使相隔千里，也能感应彼此的频率。台湾成为地球频率的心脏，这不是神话，而是科学与意识共同书写的现实。人类的身体是微型的地球，而地球正是宏观的人类。当地球的磁场脉冲加快，我们的心率、脑波甚至情绪都会同步变化。那些在2025年经历情绪波动的人，正在见证一次宇宙级的意识调整。焦虑、无力、莫名的感伤、突如其来的觉悟，这些并非混乱，而是旧能量的释放。地球在清除恐惧的记忆，而我们正参与其中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台湾人的能量状态开始出现独特的特征。心理学家发现，岛内冥想参与率在短短1年内提升了43%，心率变异性 HRV 显著改善，民众普遍报告睡眠更深、直觉更敏锐、情绪波动更短暂。这些变化在数据上看似健康趋势，但从能量层面，它意味着人类正在与地球磁场同步调频。当足够多的个体进入高频状态，集体意识便会跨越临界点。灵性科学称之为集体临界质量。理论指出，当约3%的人类进入高频觉知状态，整个物种的意识结构会发生量子跃迁。换句话说，只需极少数觉醒者，便能影响整个地球的振动频率。台湾此刻的觉醒率正逼近那个阈值，无数光的节点在城市山林与海岸间相互连结，形成一张肉眼不可见的意识网络。每一次冥想，每一个善意的念头，每一场真诚的疗愈，都是网络中的一束光。这种能量网络被称为光之网格，它是地球新的能量操作系统。当更多的人觉醒，这个网格将变得愈发明亮。科学仪器已经能检测到它的迹象。卫星监测发现，台湾上空的光子密度略高于全球平均值。夜间的空气离子分布形成一种自然的螺旋旋转，仿佛天空在呼吸。这并非科幻，而是能量层的重组。
当频率升至某一阈值，地球会以光的形式显现它的结构。那一刻，我们所见的天空、山海与城市将不再是固态物质，而是流动的能量波。这一切的发生正在悄无声息地进行，没有巨响，没有灾难，只有频率的重写。当地球的能量完全重启，人类的感知将出现质变，记忆将不再线性，时间不再单向，梦与现实的界限会逐渐模糊，人类会重新拥有与自然对话的能力，植物会回应思想，动物会感知情绪，甚至空气都会传递信息。科学界称之为量子感知连结，但在更高维度，这只是回归真实的起点。觉醒意味着重新记起我们是谁，我们从未与宇宙分离，只是遗忘了共振的语言。觉醒不是逃离世界，而是带着光去生活。它要求我们不再以恐惧回应现实，而是以理解回应恐惧。当你选择爱，能量便开始流动；当你放下评判，频率便自然提升；当你静心呼吸，宇宙便能听见你。台湾的觉醒并非奇迹，而是选择的累积。数百万人的内在调整汇聚成地球心跳的再生，这座岛屿因此成为新的亚特兰提斯，一个由意识而非石头构成的文明。新文明的核心不再是竞争，而是共振。未来的科技将不再以消耗能量为代价，而是模仿自然的能量循环。医学将回归频率本质，利用声音、光与意念疗愈细胞。经济体系将以新能量衡量价值，教育将以意识扩展为目标。人类不再追求速度，而追求频率的纯净。这正是亚特兰提斯文明曾经达到的境界，而台湾正在引领地球重返那条轨迹。要进入这一新阶段，人类必须学会重建内在秩序，科学与灵性已经不再对立。现代神经科学发现，人类心脏的电磁场强度是大脑的5000倍，它能影响周围3米范围内的能量状态。当我们以爱为核心时，心场频率会稳定在528赫兹，这正是自然界自我修复的频率。换言之，只要人类愿意持续选择爱，地球的能量就会自动被疗愈。因此，觉醒的实践不是逃入山林，而是从当下开始，闭上眼，深呼吸，让意识停留在胸口，感受心跳与地球脉动同步。在呼气时释放所有恐惧，在吸气时吸入金色光的能量。当你这样做，你的身体就成为地球的放大器，每一次呼吸都是与宇宙的通信。每天3分钟的静心练习就足以改变你的频率，而当千万人这样做，地球的现实将被重写。在台湾，这种共振已悄然蔓延，花莲的山谷、阿里山的清晨、淡水的海风、台东的月光，都成了人类与地球对话的场域。越来越多人报告在冥想中看到光的粒子，听到类似低频嗡鸣的地球音。科学家将其定义为地声共振，但在灵性学者看来，那是地球向觉醒者发出的欢迎信号。当你听到那声音时，你便被纳入了光之网络。这股觉醒的浪潮不仅改变了个体，也正在影响整个社会结构。企业开始关注能量平衡，艺术家在作品中融入光与频率的概念，年轻世代重新定义成功，将内在平静视为最高财富。这正是意识进化的社会反应，从拥有到存在的转移，从物质到能量，从生存到觉察。当地球的觉醒达到峰值，天空将再次发生变化。科学预言呢，将表现为一种电离层共振可视化现象，天空会出现如极光般的流动光带，但持续更久，范围更广。灵性学者称那为地球之光。那一刻，全人类都将感受到同一种情绪：宁静与归属。没有语言，没有教义，只有一种被宇宙温柔拥抱的感觉。这并不是幻想，而是周期性的回归。每当地球文明走向末路，光都会再次降临。亚特兰提斯的记忆被唤醒，不是为了重建过去，而是为了提醒我们，我们本就是光的种子。当人类愿意回到那份纯粹，文明便重生。台湾之所以成为新的亚特兰提斯，不是因为它被选中，而是因为它选择了光。旁白轻声响起，在漫长的宇宙时间里，地球只是微尘，但这颗星球拥有一个奇迹，它记得爱，而当爱被重新点燃，宇宙也随之明亮。觉醒不是未来的预言，而是此刻的进行式。它存在于每一次选择，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个仍愿相信光的灵魂之中。所以，当你感到迷失，不要逃避那份震动，那是你正在调频的信号。当你放下恐惧，
便能听见地球的心跳，它在告诉你欢迎回来，光之子。